隔壁一场婚礼8800，到你这儿要28000。顾城里，你他妈是不是杀手？拿老子当冤种？李叔，您听我解释，8800是他们的引流价，等他们加上其他的价格，怎么也得10几万。咱们这28000是全包，车队、场地、司仪，光成本就超过2万了。老子不听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废话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凭什么隔壁8800，你这就28000？你看我好欺负是吧？就是，还老乡呢，便宜点能咋了？李叔，您看，这是我后台的收据，我这租场租金就要1万，这还有布景、车队。您这太不讲理了！现在喊到10万都不一定排得上。外面办一场婚礼，我师傅给您成本价，您还摔我们东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学徒也敢跟我搭话？李叔，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顾城里是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，我把成本都摆在您面前了，没想到您还是这个态度。顾城旅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价格退下去，我不光退单，我还要曝光你。标题我都拟好了，黑心殉庆，故意坑人，把老乡当肥羊宰。你信不信我让你接不到一单活？小顾，这是你接办的婚礼这么便宜，以后舒家的红白喜事都在你这儿办。定金1分不少，合约作废，您请便。照合约退单要扣2成违约金，可5000块，他1分钱都没扣。去把七夕的档期牌摘下来，重新挂出去。你给我等着，没了我这大单，七夕就守着空堂哭去吧，我看谁能救你。哎呀，这闹的，婉婉啊，你这公公怎么这么个性子？妈，别说了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喂，苏小姐，我是锦和的顾城里，您上个月来看的七夕档期，现在空出来了，方便聊聊吗？当真？我这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婚庆，正发愁呢。顾老板，您真是解决了我大麻烦。还有，顾老板，我想办2场，一场明制，一场宋制，您这边能做吗？可以。凤冠霞帔礼乐布景全各自归置走，互不换用。一场2万8，第2场给您打折，2场一共5万。您没开玩笑吧？外面的中式婚庆一场都喊到8万一场了，您2场加一起才5万，这不是做义工吗？我们锦和讲规矩，这价5年没动过，你也可以加项，但基础报价不会因为客户预算高就涨。行，您这位朋友我交定了，2套礼制按最高规格上，差价我另外补，别委屈了您的手艺。5万，师傅，这是哪路神仙客户？苏产和的女儿。什么？咱们省首富的女儿？爸，锦和这块招牌，我一定替您守着。你放心，我李广才混了20年，找个办婚庆的地儿还不容易。隔壁婚庆公司一场8800，比锦和一场便宜2倍。老李，锦和那价我打听过，街坊都说公道，你看要不要？你懂个屁！那顾城里就是想宰咱们。明天我就去无忧婚庆看看。可七夕就剩1个月了，时间太赶了。1个月，我1礼拜准给你拿下，你就坐着等抱孙子吧。喂，王经理啊，我老李。对，建材公司那个老李，打听下您七夕的档，我儿子娶亲要办婚礼。李总，实在抱歉，七夕档大半年前就被订空了，您要排，最早得排到中秋之后。我儿子就七夕成亲，您让我等中秋之后，那喜事还办不办了？没事，还有别家。刘总，我老李，七夕全礼一场有没有档？我听说您那一场只要8800，儿子娶亲，现在订还来得及吗？李总啊，我们这8800是基础套餐，只有司仪婚纱，不含布景、车队和摄影，加上这些得8万。8万？我给您打个折，6万6怎么样？6万6，这是抢钱呢！老子在锦和2万8，这些全包，这怎么这么贵？少拿老子当冤大头！
6万一场，还不含车队和摄影，你们这是办婚庆还是打劫？老李，要不还是回锦河跟城里说说好话。不可能！我李广才活了50多年，怎么会和一个毛头小子低头？可七夕不到1个月了，你别催我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老李，婚礼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我那边亲戚天天问我到底在哪儿办。放心，我正谈着呢，马上就定下来。这句马上都说了1个礼拜了。老李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要是七夕之前定不下来，这婚就别结了。老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你要是办不了，我老周家脸就丢大了。老李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你闭嘴！我还就不信我李广才连一家婚庆公司都找不到。儿子，爸找了整整10天，终于找到一家刚开业的大婚庆店。爸，您管这叫婚庆公司？我看比咱小区菜市场口卖花圈的还破。行了，儿子，爸能给你找到地方就不错了，你将就将就。就是你俩要办婚礼？是啊，老板，您这还有档期吗？能办，不过场地只能摆50桌。50桌？老板您再想想办法。4万一场，场地我自己有，最多做50桌，包迎宾、气球、红毯，司仪和摄影自个儿请，爱办不办。4万就这？司仪和摄影都没有？爱要不要？七夕这档就这价，还别嫌贵，后头还排着2、3家等着呢。不要我立马给下家。4万基础，杂七杂八的物料怎么也得1万多。锦园那边2万8包场，100多桌也做得开。老板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3万5最低，再低我就赔本了。能不能扩到100桌的规格？我多加点钱。场地就这么大，多了消防不让。再说停车场也没位置，5公里外有个停车场，要不就停路边。3万5就3万5，一定要够大，起码要做得开50桌。你给我上点心，别敷衍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您放心，保证物有所值。爸，您自个儿看着办吧。那咱俩签合同吧。李大哥啊，提前跟您说好，布景的物料价格随行就市，万一七夕涨价了，可能会有小额补差。什么叫小额？不多不多，您放心。定下来了，郊区一家新开的婚庆公司，50桌的规格，3万5一场。50桌，老李，你不是说咱家宾客100多桌吗？那另一半人怎么办？请那么多不重要的亲戚干嘛？叔，您的意思是咱们2家的亲戚都得砍掉1半？合理的精简嘛。还是让我爸妈跟您谈吧。老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周家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你现在和我说招待不下，那剩下的人你让我怎么交代？这也没办法，婚庆公司提供的场地就只能做50桌，多的排不开，要不你们自己消化一下？我们自己消化？老李，你这是人话吗？是你儿子娶我闺女。行了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李家请20桌，给你们周家匀10桌。匀10桌，亏你老李想得出来。你儿子娶亲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呢。实在没办法，人家场地就只能摆50桌，而且车位也不够，最近的停车场5公里远，不行就走过去呗。
我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亲戚们交代？说我女婿家连个婚礼都没地方办，这不是打我们周家的脸吗？当初要是没退锦瑜的单，都说多少遍了，别给我提锦瑜。老李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七夕婚礼要是办得难看，这门亲事咱们重新谈。婉婉，咱们走。婉婉，让开，让我走！锦和28000一场，凤冠霞帔司仪摄影一样不缺，你们退了。35000的破郊区婚庆，连司仪摄影都没有，你们反倒认了。老李，这叫什么账？婉婉，咱们走。听说了吗？锦和七夕档被苏长河家千金一口气定下了2场，花了好几万。我倒听说前阵子有个老客户跟顾城里吵了一架，退了单，那真是亏大发了。哪个不长眼的退的？锦和的性价比，全省找不出第2家了。二叔，是我广才，跟您说个事儿，婚庆公司介绍的场地太小，您那桌可能就不安排了，实在对不住。你小子现在能耐了是吧？亲二叔都不请了，我当年帮你家渡过难关，你现在办喜事把我往外赶，你什么意思？三姑，婚庆公司介绍的场地有点小，装不开那么多人，您估计来不了了。李广才，你耍人玩呢？份子钱我都备好了，你现在说不请了，你瞧不起谁？我跟大伙说，李广才这小子发达了就不认人，儿子结婚连亲舅都不请，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坏了，这下彻底闹僵了。就办个婚礼，怎么这么多破事儿？老李，快看，你家儿媳上本地热门了，现在全公司都在传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本来定好的锦和28000婚礼全包，我公公嫌贵，跟人家老板吵翻，退单了。现在找了个郊区破婚庆，连司仪都得我们自己找。28000全包中式婚庆，这老板是做慈善吧？这种死要面子的公公嫁过去肯定受气，赶紧跑！老李，你这操作绝了，这是免费给锦和打广告呢。你给我滚！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顾城里都是你搞的鬼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顾城里，你们店就是虚假宣传，用低价噱头骗客户，转头就宰老乡，我要去工商局告你。李叔，有话我们去办公室说，别影响其他客人。就在这儿说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黑心老板的真面目。所有套餐的规格、包含项目价格全写在这儿，明码标价，从来没瞒过任何人。你要告我，证据是什么？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他这是自己没理，恼羞成怒了。老板不好了，同行群里李广才到处找人写咱们的差评，说要刷低咱们的评分，让咱们七夕接不到单。他也太过分了，这明显是恶意诈评，咱们去平台举报他。截图留好证据，该做的事儿照常做。那咱们就这么放过他？让他再跳一会儿。咱们深圳不怕影子斜，咱们把苏小姐的婚礼办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顾总，我已经到门口了。顾老板，你家这氛围真的绝了，比我刷到的样片还有感觉。我爸当年参加过你家办的婚礼，说你们是全城最懂汉婚规矩的。开了20多年，一直按着老房子来，没敢瞎改。顾老板，苏小姐要办2场，一场明制，一场宋制，所有环节按最高标准来，预算没有上限。没问题，我这就给您出定制方案。对了，我前几天刷本地论坛，看到有人说你家杀熟宰亲戚，还说你故意抬价，他退了1场，我包2场，亏的是谁？一目了然。做婚庆讲究的是礼正心诚，我把该做的都做到位，闲言碎语不用管。我爸就说，现在能守住本心的生意人太少了，别人一到旺季就坐地起价，你家5年不涨价，还敢把成本摊开给人看，这才是真的靠谱。我爸当年立的规矩，办喜事不能赚黑心钱，锦和这块招牌，
比什么都重要。抱歉，这位先生，七夕实在排不进了，您可以看看中秋前后，到时候我亲自给您留档期。师傅，刚又来了3通电话，还有2位是看了视频找过来的，都问七夕。今儿早上是怎么了？登记册都写满3页了。师傅您瞧，是苏姑娘昨晚夜里发的，听说她那帮闺蜜在圈子里传开了，连带着婚庆圈都炸了锅。我就说李广才到处抹黑咱们，结果反而给咱们做了免费宣传。苏小姐这哪是发朋友圈，这是给咱锦河立了块活招牌啊！师傅，往年咱七夕前后排到立秋就算顶天了，今年一口气排到了重阳后头。您说说，您前阵子退那一单退出来个什么？您这叫因祸得福，时来运转。少在这儿耍贫嘴。苏小姐肯把这么大的体面交到咱们手里，咱不能辜负了。除了这些仪式和定制的服装，我先去后面看看怎么样了。来得正好，这批翠羽是托老家亲戚一根根挑出来的，色头正，没一根带杂。这批金线我又重抽了一遍，密度够。何师傅，苏小姐这2场连台，明制、宋制各1场，都按最高那档来，差价苏小姐都自个儿垫上了。你只管放心，我给老掌柜端了20年的针，什么时候出过岔子？师傅，礼乐班子到了。陈设组也送来了样品，雁形礼盒，雀舍绣的是双雀灯枝，还有那对九子堂的洗盘。我订完这边就过去。陈设的样品先摆到正堂，下午我陪苏小姐和她家长辈一并过目。好嘞。师傅，外头都传开了，李广才家订的那家郊区婚庆，请帖一改再改，宾客已经从100多桌砍到了30来桌。他家的事咱不议论，把心思都搁在苏小姐这2场上。是。何叔，再加一对并臂连流苏，按老规矩走。我早替你备下了，红绸都缠好了，搁在里头。苏小姐这么信任咱们锦河，这2场婚礼，我一定要轰动全城。顾老板，这副凤冠霞帔比我刷到的样片还有感觉。苏小姐满意就好。这副凤冠霞帔是我们花20天赶出来的，金线点翠都是按老法子来。顾老板，全城10几家做婚庆的，只有您5年没动过价，还敢把成本摊在客户眼前。您这朋友我交定了。顾老板，我爸那边商会有不少老朋友，这2场婚礼他们都要来，要是他们看着满意，往后家里的红白喜事、商会的年会庆典，我都帮您引到锦河来。谢谢苏小姐，您也放心，我这规矩不变，每1场都对得起客人付的每1分钱，其余的交给口碑。怪不得我爸当年念叨，能守住本心的生意人不多了。锦河这块招牌，让人心里踏实。何师傅，这缕金线太亮了，苏小姐家长辈讲究低调，太晃眼反倒失了庄重。好，我下午再让人重抽1缕。我爸当年说，一副凤冠戴在新娘头上，重一肩闲坠，轻一肩闲飘，分寸最难把握，每一步都要做到最好，才能对得起锦河这个名字。是啊，老顾当年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，这话我记了20年。或许这就是锦河能坚守25年的原因吧。是锦河吗？七夕这天还有没有档期？抱歉，这位先生，七夕已经全满了，重阳之后还有几个空档。那重阳的能不能先给我留着？我家那位看了苏小姐婚礼的预热海报，非要在你们这儿办。好，我这边先帮您预留。是锦河吗？我们是省商会，下个月想办一场雅集，能不能请你们做一场宜城？好的，我跟您记下来，回头让我们顾老板回您电话。顾老板您好，我是本地城邦周报的林记者，听说您这边要办一场分量很重的七夕汉婚，方便接受一次专访吗？顾老板，听说这次七夕的2场婚礼是临时接的单，原本订锦河的客户退了。对，客户退了，我接了苏小姐的新单。有没有后悔？好像那位客户跟您合作了很多年，好像还是老乡。不后悔，不是每段关系都值得维护，能放手的时候就放手。顾老板，我想写一写锦河的故事。不只是这次苏家的婚礼，是整个锦河25年的脉络。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要写的是锦河，不是李广才。我不想用别人的事给自己做宣传。这副匣卡，我跟2个徒弟打了20天，
金线全是真金抽的，您拿在手里能掂出分量。这个手感，机器绣不出来。我今天来采访，都快把眼睛看直了。锦盒能坚挺25年，是一场婚礼一场婚礼磨匠心，一针一线攒口碑。顾老板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我先回去整理稿子。顾城里，你有本事就把那2场办漂亮，我倒要看看苏家这2场婚礼配不配得上锦盒这块招牌。李老板，您看这套红装10里，凤冠霞帔，嫁衣2套，给您压到底了，是真要凤了。凤冠是真点翠，仿点翠，烤蓝工艺，反正就戴1天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嫁衣呢是苏绣吧？苏绣那玩意儿租也得小1万，李老板，咱这套餐拢共才多少钱？您放心，远看一个样。对了，我们不含司仪和摄影，市面上多的是这种团队，您自己外请就行。司仪摄影，七夕这个档期，外头怕是早被约光了。你们连司仪和摄影都没有，也能叫婚庆公司？我找了7家婚庆公司，司仪和摄影团队七夕档期全满了，连隔壁市的也被苏庆和给包了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你们拍，手机拍出来也一样。手机拍？这是我第1次结婚，到时候连张能挂墙上的照片都没有，丢不丢人？爸，你当初为什么非要退锦盒的单？2万8全包100桌，啥都给你安排好，你非要为了那点面子把好好的婚礼搞成这样。听说锦盒这次婚礼布置太隆重了，顾老板亲自盯场，就连嫁衣都是纯手工定做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婚礼啊！老李，你快看看，亲家那边少了不少人，我这边的大姑二舅也说不来了，算来算去，2家加起来还剩下30桌。30桌就30桌，不来了正好。爸，婉婉刚才打电话给我，说他们家要自己单独办一场，亲戚们都觉得咱们这边的婚礼太寒酸，来了丢面子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家嫌寒酸？当初是他们非要七夕办的。不是嫌寒酸，是嫌丢人。现在全城都知道你退了锦盒2万8的单，找了个郊区3万5的破婚庆，连司仪都没有。老李，要不你还是去锦盒找顾成立，看看能不能匀出几桌档期。不可能，我李广才这辈子就没低过头。顾城里，我倒要看看你那场风光的婚礼能办得多好。2万8其实也没那么贵。刚才李广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知道了。顾老板，你知道我问过多少家婚庆公司吗？13家，要么没档期，要么过来谈就说要加价。你是唯一一家报了价就没变过的。报了就是报了，锦盒没有涨价的习惯。我爸说做生意最怕言而无信，所以他说这次婚礼哪怕加价10倍也要放在锦盒。苏老板抬举了，我就是把该做的事做好。顾老板，我爸刚打电话说要带几位商会的朋友一起来，他们对锦盒很有兴趣，说婚庆结束后想和你谈长期合作。老板，咱们这卫生太差了，能不能收拾收拾？当然，放心，我肯定收拾。空调提前检查了没？大厅里几十号人，天这么热，检查过了。你这话不踏实，我要看检查记录。李老板，对了，七夕气球车队都涨价了，这笔钱得补，差价大概在1万左右。什么？之前你说是小额，市场的事儿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我贴钱办婚庆吧？行了，二愣，七夕那天你帮忙客串主持人，大伯只有你了。大伯，我没主持过啊。婚礼词我给你写好，你照着念就行。什么是婚礼词？就是1拜天地，2拜高堂那些，网上找找，我发你链接。那摄影呢？我同学有台旧相机，就让他来，费用我给。
要不大伯您再和家里人商量商量。婚礼就是个形式，吃吃喝喝，热闹热闹就过去了，谁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婉婉刚才来吵了1个小时，亲家母也打电话来说要见面谈，你快回来吧。老李，我就直说吧，婚礼场地的事儿，我们家亲戚那边意见很大，很多人没被邀请到，觉得没被尊重。这个是场地限制，场地限制是怎么来的？是你自己退了锦和的单吧？老李，我问您一句，如果婉婉嫁过来，以后遇到事情，您也是这样的做派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是嫌我们家？我的意思是，这门亲事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，等婚庆结束我们再谈。要不你去锦和找顾城里，看能不能求他重新接我们的单。开不了口啊，当初走的那么难看。李叔，我就是路过。顾城里，我就想问一句，你那边七夕还有没有空档？没有，苏小姐的婚庆已经把我们的档期填满了，没有空档。老李，你去锦和了吗？去了，没成功。大家手脚麻利点，明天就要用了。这凤冠够规格，可以。这2套礼服都是按苏小姐量身改的，里料外料过了3遍水，没问题。这串旧素有点掉色了，换一副。老板，苏小姐今天最后一次入场检查，说需要您签个场地确认单。好，我过去。七夕2天已核对完毕。好。顾老板，你看拍的漂不漂亮？爸，您那年跟我说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剩下的交给口碑。今天我信了。老板，李广才那边估计要完了，这红绸还没熨平，明天婚礼这怎么行啊？一会儿熨，一会儿熨。这婚纱袖口怎么有黑印儿？这领子边上是汗迹吧？这衣服送过干洗的，您离远点根本看不出来。这衣服多少人穿过？哎呦，李老板，租赁的婚纱嘛。空调真的检查了？汪汪，大概没什么问题。大概？明天就举行婚礼了，你他妈和我说大概？其实有一半的空调制冷不够，但风扇可以开。你刚才说没问题，差不多。7月天还不算太热，风扇开着也差不多。你们最好不要出差错。大伯，我把词儿背了一遍，有几个字我实在不认识，咋办啊？谢谢你。祝您新婚快乐。老李，这地方真的能办婚礼？你别说了，能办，进去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狗屎！婉婉的婚礼现场，这跟村道红白是一个待遇啊！婉婉，你的婚纱，姐妹的婚礼很有个性嘛。这办的是婚礼还是村口大集？连块红毯都没有，鞋底全是泥。你瞧那花拱，塑料花上的灰能糊一层饼。这半宁服袖口怎么有黑印儿？是之前留下的吧？我这西装一股子汗腥味儿，都快给我熏吐了。这请柬上的字儿怎么是反的？把你们老板叫来。来了。这婚庆是开了几天？红绸全是皱的，喜帖字印反了。伴娘服是收来的二手吧？这是复古风。复古风，明明是从仓库扒拉出来糊弄人，你自己过来摸摸这绸面，多少年没见过日头。这礼数到位就行，您别细究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参加李成俊先生和周婉婉女士的婚礼。祝2位新人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
哦对，白头偕老。婉婉，忍忍。忍？你让我忍什么？这东西到底怎么用啊？点哪里才是录像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全都完了！婉婉，我脖子怎么这么痒？我也是，手臂上全是疹子。婉婉，你这婚纱该不会没消毒过吧？我下午看见标签里头还有别人的名字。将就一下就1天，敬完茶就好。空调呢？怎么没开空调？压缩机烧了，修不了。什么？空调怎么回事？坏了，修不了，将就一下吧。李总，我后面还忙着呢，您先照顾客人。老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办的是婚礼还是桑拿会所啊？真是要热死个人！快，有人中暑晕倒了，快打120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今天最美丽的新娘苏锦瑟小姐。这凤冠的点翠也太正了，现在做这工艺的不多啊。匣品上的金线真的是真金抽的，灯下都在发光。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正的汉婚，锦和这手艺真讲究。感谢各位来宾，特别感谢锦和的顾成立老板，规矩实在，手艺更实在。顾老板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梦想中的汉婚。苏小姐开心就好。爸，您那年跟我说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剩下的交给口碑。今天我信了。哎，拦什么拦？这种地方再多待1秒，我都怕染上点什么。闺女，委屈你了。妈当年结婚也没这么寒酸。妈，我不想说。我连一张能发朋友圈的照片都没有，人家是梦幻汉婚，我这是噩梦。别哭了。你让我别哭，你爸毁了我的婚礼，毁了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婚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结了个婚，司仪是农村无业游民客串的，字都认不全，摄影拍出来像监控录像，空调还坏了，这就是我的婚礼，我真是无语。那婚纱明显是好多人穿过的，没消毒，我皮肤本来就敏感，现在脸毁了，连出门见人都不敢。医生说，今天送来的好几个人都是皮肤严重过敏，还有几个热中暑的，也是从咱们婚庆现场拉来的，正在隔壁输液。今天因为同一家婚庆公司提供的衣物过敏来就医的已经有7、8个人了，卫生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现在需要你们提供那家婚庆公司的营业执照。他没跟我提过这个呀。老李，那家店该不会是无证经营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没了我这大单，你七夕就守着空堂哭去吧，我看谁能救你。成军，爸，你知不知道我丈母娘到处跟人说，我们家穷酸办不起婚礼，说咱们家穷，婉婉嫁过来过不上好日子。成军，你别理他，又不是跟他过日子。可是婉婉也天天跟我闹，同学都问她是不是嫁了个穷光蛋。她这辈子就结1次婚，被弄得全城看笑话。李广才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咱们到底花了多少钱？
锦和2万8全包，你倒好，偏要找那个郊区婚礼，杂七杂八加起来花了7万多，婚礼办得一塌糊涂，儿子不理我们，亲家彻底翻脸，钱花光了，脸面也丢尽了。我当初劝你多少次，回去跟顾城里道歉，把单子接回来，你偏不听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现在好了，这个家被你毁了，这事儿永远过不去。李广才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让咱们合作方去参加你儿子的婚礼，结果把咱们多年的人脉口碑全毁了，你让我怎么跟合作方交代？王总，我真不想弄成这样，请客户吃饭也是为了公司，我没想到婚庆那边会出问题。你想不想不重要，结果摆在这里。人家采购总监在你儿子的婚礼上热得中暑住院，出院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解约，800万的项目直接没了。总公司那边震怒，你知不知道？王总，我可以去跟客户道歉，我可以挽回。不用了，总部下令彻查你这些年所有的报销记录，年会、商务宴请，每一笔账都要核对清楚。你现在就停职，等待调查结果。秀英，你干什么？去我妹那儿住几天，冷静冷静。我实在没法待在这个家了。秀英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别闹脾气。李广才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过下去？儿子跟我们离心，亲家到处说我们家穷酸刻薄，你公司要查账，你那些年报销的猫腻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？你都知道，我也都是为了家里。我是你老婆，你每年多出来的那点钱，我能不清楚？我一直不说，是以为你有分寸，没想到你为了面子，把一切都毁了。婚礼、儿子的婚事、聘假的情分、你的工作，咱们这个家全被你毁了，就因为你觉得锦和2万8太贵，死要面子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李叔有事儿。顾老板，是我李广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吵架，不该摔东西，也不该退单。我想求你个事儿。说。我想在你锦和给我儿子儿媳补办一场像样的婚礼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顾老板，求你了，8万、10万一场我都认，我加钱，加倍加。求你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档期排到明年开春，实在没有空位。那10月、11月呢？我可以等多久都可以。全满了，锦和的档期已经排到明年开春。顾城里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看我家破人亡，看我的笑话。当初是你吵着退单，我拦过你3次，你不听，现在反过来怪我。顾老板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，儿子不认我，公司要开除我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只剩这最后一点念想了。李广才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说破，这些年你们公司年会都是在我这儿开的，我给你按锦和2万8一场结算，你报给公司是5万一场，中间的差价全进了你自己的口袋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李叔，我爸在世的时候早就知道你虚报报销的事，他只是念在老乡的情分，没拆穿你，给你留最后一点颜面。他总说，做生意先做人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但现在我爸不在了，没人再给你留这个脸面。你报销造假、贪占公款是你自己的事，公司查到是你活该，跟我锦和没有半点关系。至于你想举报、想曝光我，随便你。我的账每一笔都清清楚楚，我的婚庆每一场都货真价实，我不怕查。倒是你请的那家郊区婚庆有没有营业执照，卫生部门早就介入调查了。你作为主办方，该想想自己的后果。我做人很简单，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。你跟我玩心眼耍手段，我让你没心眼可玩。爸，您总说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
可有些人，你留的一线，他反过来捅你刀子，这种人不值得。师傅，明天苏小姐介绍的商会雅集30桌，场地布置、舞台搭建、灯光音响全都备好了，人手也安排妥当了。好，明天早点到岗，细节别出错。你们看没看？老李这回彻底社死了，帖子转发上万，全城都把他当笑话看。28000全包的汉婚嫌贵，非要找黑婚庆，我真理解不了这脑回路，纯属自己作死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总部查出来了，老李这些年虚报报销，前后后吞了30万公款，这下彻底完了。30万，我的天，难怪要被开除。李广才，自己看清楚，公司决定开除你，虚报的30万限期全额退还，另外会向行业协会通报，以后业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你，好自为之。王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走吧，别在这儿碍眼。顾城旅，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顾城旅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害死我了！我家破人亡，全是你害的！放开我！顾城帝，你出来！还他妈老乡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你快把老子害死了！啊！你这么干！顾哥，这人简直疯了，咱们要不要报警追责？他不是疯了，他是终于清醒了，只是一切都太晚了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外面有人结婚，刚刚是放的炮仗。老李，来喝点，以后你家遇到啥问题，尽管来找我，咱都是一个村的，我能帮就帮。那感情好，等我家有啥喜事儿就来找你。老顾，对不起，你儿子从来没做错任何事儿，从头到尾错的都是我，是我贪小便宜，是我死要面子，是我毁了自己的一切。顾老板，我来看看你，顺便跟你说个好消息。苏小姐，什么好消息？我爸说了，商会下半年所有的商务宴请、年会、家族庆典全部交给锦和承办，要跟你签长期合作协议。商会的长期合作，那可是咱们本地最顶级的资源啊！我爸原话是：顾城里这个人实在诚信，不坐地起价，不偷工减料，他信得过，以后商会的事儿全交给他。替我谢谢苏会长，锦和一定拼尽全力，不给他丢脸，不辜负每一份信任。顾老板，李广才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，好人有好报，这话我一直信。师傅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？李广才退单，苏小姐进场，李广才砸店，商会签约，这也太传奇了。不是天意，是我爸教我的，做人凭良心，守底线，老天爷看得见。婉婉，你跟程俊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这么耗着吧？妈，我也不知道。程俊人真的没问题，踏实懂事，就是他爸做的事实在太丢人了。他爸现在坐牢了，出来也是一无所有，没工作没面子，亲戚都躲着走。你嫁到李家以后要跟着受一辈子委屈，抬不起头。妈，我跟程俊说好了，先进去冷静冷静，我想再看看。冷静什么冷静？趁早分了，及时止损。妈，这是我的婚姻，我自己做决定，不用你管。婉婉姐，你特别勇敢。勇敢？我只是没得选而已。程理，你这锦和的布置真用心啊，性价比真的高。苏会长，这是我爸教我的，只有对顾客认真负责，把口碑立起来，事业才能走得长远。程旅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爸在世的时候，我就想跟锦和合作，那时候你家店规模小，我没好意思提。现在你把锦和做起来了，口碑、品质、诚信全是顶尖的，我不能再错过了。我们商会下半年所有的汉式雅集、庆典、婚庆全部交给你承办，每年保底不少于50场，价格你定，我1分钱不砍，完全信任你。苏会长，谢谢您的信任，锦和一定全力以赴，每一场都做到尽善尽美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哈哈哈哈，别客气，你这个人值得信任。
老李，你瘦了好多，里面是不是受委屈了？还好，就是伙食差了点，吃不惯。秀英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这个家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该跟程俊道歉，跟顾老板道歉，跟所有被你连累的人道歉。你虚报的30万公款，我把咱们这些年的存款全凑起来退给公司了，现在家里就剩3000块钱，什么都没了。秀英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那是咱们的养老钱啊！跟你商量有什么用？你在里面坐牢，我不扛着，谁扛着？老李，等你出来，想想以后怎么做人，别再犯浑了。秀英，秀英，你回来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师傅，你上报纸了，本地晚报的专访，大篇幅报道咱们锦和。什么报道？记者采访了苏小姐的婚礼宾客，还有咱们家好多老客户，全是好评，说咱们是全城最诚信、最用心的锦和。报道写得不错，但咱们不能骄傲，凤冠霞帔礼仪服每都要反复检查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你好，锦和。顾老板你好，我是文旅集团的区域总监，看到了晚报对您的报道，我们集团旗下有30多家景区，想寻找高品质的汉秦合作伙伴，锦和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，想跟您面谈合作。好的，您定时间地点，我们见面详谈。师傅，咱们要火遍全国了。顾老板，我们集团的想法是让锦和以品牌加盟的形式纳入我们的文旅体系，我们提供供应链资金全国推广，你保留汉婚礼仪研发、品质把控和定价权，帮你把锦和推向全省全国。赵总，我只问2个问题。加盟后，我的定价权还在自己手里吗？汉婚的礼仪标准，你们会不会干涉？定价权完全归你，我们绝不干涉。礼仪标准是你的核心竞争力，我们绝对不碰，全权由你把控。我需要考虑几天。锦豪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每一步我都要走稳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没问题，顾老板，我等你消息。师傅，这可是全国连锁的机会啊！咱们再也不是小门店了，要变成全国知名的汉婚品牌了。别急，好事不怕晚。爸，锦娥要走出去了，但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了您教我的礼正心诚，以实待人。程俊，咱们谈谈吧，关于你爸的事儿。婉婉，我爸他已经受到惩罚了，我知道，我不是要翻旧账，我也不怪你，从头到尾你都没做错什么。我只想问你，以后咱们打算怎么办？婉婉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变成我爸那样的人。我已经在找工作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不靠家里，不靠任何人，给你一个安稳的家。保证没用，我要看实际行动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把握住，咱们就好好走下去；把握不住，咱们就到此为止。我知道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给所有人看。好，我信你最后一次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师傅，缺人吗？你这岁数，能扛120天，干1天结1天。行，那一垛先搬到3号棚。老李，今天提前收工，去办点事儿。顾老板，1万，这是当时的违约金，还有摔坏的平板钱，对不起。李叔，信封我收下了，七夕前的档期我给你协调出来。你儿子儿媳要是想补办，让他们来找我。价钱按原价2万8。顾老板，我替程俊谢你，替你儿媳谢比较合适。爸，妈让我来的。她昨天晚上回来了。
锦和那边档期定下来了，婉婉也答应了。成俊，爸，先吃，凉了不好咽。明天去市中山坊，程丽说让你做父母席。以后都听你的。李广才，你这辈子欠的太多了。以后慢慢还。婉婉，爸，对不起你。爸，往后过年您来家里吃饭。李叔，苏会长那边商会下半年的雅集缺一个跑腿的，包吃住不轻松，明天能上工。程理，我……爸，咱们先进去。